秒内消失，不然把你们仨捆成麻花丢河里泡澡，让全村都来围观你们的白条记造型。你疯了吧？打听打听去，这条街谁说了算？开！姑娘，今天多亏你，别客气，当给你压惊。这种软骨头，撞见我一次收拾一次。魏家分家，净赚30，冯家讨债，入账20块。开门红。破面馆还穷讲究，拿手帕擦凳子，嫌脏别来啊！还有，偏挑我对面坐，找不痛快。你就是那个王若野？你哪位？我们见过吗？周文斌，市立大学副教授。副教授找我，你跑错片场了吧？我想租你，换个说法，娶你过门，给我当媳妇儿。放什么倔词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守着我妈，她就是颗没刺的软柿子，谁路过都捏一下。我爸一走，家里就剩她。亲戚邻居今天借粮，明天赊钱，嘴上都说是借，其实就是拿。所以花钱请我去给你妈看门护院？不是看门的，是家里女主人。我外派一阵子没人镇场子，她得让人生吞了，我就要找个全天下最混最难缠的恶媳妇儿替我守着那个家。外派？临时任务，估摸2个月。2个月？那工钱怎么算？这是我1年的血汗钱，300全给你，这是定金1半，点头就拿去。送上门来的钱不赚是傻子，瞧这袁大头的派头，也不差这点。我清清白白一姑娘，你让我600，合作愉快。这就搞定了。红本一拿，你就是周家媳妇儿，我走也走得踏实。这么信我，不怕我卷了钱就跑，让你人财两空？我查过你底细，村长讲你这人看着凶，但从不欺软，打小没爹没娘，靠自己挣命，接的活也都是替人出头。找你之前，我跟了你几天。行啊，把我摸得挺透彻。我懂，你不是心肠硬，你就是见不得好人被欺。钥匙、记事本都在这儿，这页记着我妈吃的药，后头是亲戚底谢全在本上。嚯，够细的！你平常都这个做派？职业病改不掉。成，我都记下了。你忙你的，甭操心。若野，我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405，也不知道那书呆子的妈是个什么神仙啊！哎呦，秀兰，你当你是书香世家啊？我拿你俩烂果子，你还给我白脸儿，抠死你算了。大婶儿，这鸡腿是给新过门的儿媳留的。闭嘴！周文斌人都不在，哪蹦出来的媳妇儿？我家大户正蹿个，吃你2条鸡腿怎么了？又没啃你个骨头。肥婆，拿开你的脏手！哪冒出来的死丫头，敢跟你奶奶动手？听好了，王若野，周文斌明媒正娶的太太，你算哪根葱，跑我家来撒野？周文斌的媳妇儿，他啥时候办的事儿？昨儿个，怎么想随礼？来者不拒，现钱粮票都行。你个小贱人，刚才敢骂我肥婆？骂你是给你脸，敢抢周家的东西，你吃了熊心豹子胆。出门前没打听打听我王若野3个字怎么写？松手！你给我记着！这就是我家新媳妇儿，跟母老虎似的。嚯，这叫教授宅，分明是难民腿。闺女，不对，文斌家里的，垫垫肚子不？这大妈是菩萨投胎，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倒惦记上我了。我不饿，您吃。那喝口热水暖暖。成。味道还成，我就试个味儿。没事儿，你爱吃我就给你蒸。别忙了。对了，妈，我该上工了。我说的是，外面谁还欠咱们的账？老天爷，这哪叫借？这是把你们家当善堂使唤了吧？光借不还多少年了？全是街坊四邻，我张不开嘴回绝。每次去要，人家2手一摊说没有。老周活着的时候还能替我撑腰，他一走，文斌走之前说了，这个家现在归我管。妈，您没二话吧？没意见，那就定了。明儿个咱娘俩挨家收账去。盯紧了，欠债的冒头就指给我。那个教书的杨老师，杨老师，站住，别跑！杨老师，腿脚挺利索啊，欠债跑路，告诉你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你血口喷人！喷你！欠条搁这儿摆着，你亲手按的印儿，6年了，钱呢？有事关起门谈。
你举着这玩意儿吆喝，不嫌寒碜？你赖账的都不嫌磕碜，我要账的怕啥？街坊邻居们，过来评评这个理。这位杨老师，6年前从我婆婆手里拿走200，说是盖房周转2年就还。如今6年都过去了，您的房子住着不烫屁股吗？钱呢？您可是教算术的，欠债6年不还，您站讲台上教孩子什么？教他们怎么当老赖？郭大妈，2年前从我家扛走30斤白米，拍胸脯说2月归还。2年过去了，你家米缸是通地府了，就算现刨地现插秧，这会儿也该吃上新粮了吧？你这张嘴怎么跟刀子似的？我这是大实话，2条路，要么现在把米还上，要么立个字儿说你往后2年不吃东西，挑吧。赵叔你也别急着走，借走60块给儿子凑学费，如今您家公子都拿文凭了吧？钱呢？我这段日子不宽裕。不宽裕？您嘴里叼的可是带把儿的，这一包够我婆婆吃半个月，这叫不宽裕？吴教授也别躲，200说好1周还，这1年都过去。哎呀，老周家嫂子咋被欺负成这样了？赵叔当年可是受过周家大恩的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200块啊，这心也太黑了啊！还杵着干嘛？赶紧掏钱啊！家里不能谈嘛，非堵大门口丢人现眼。王秀兰，大早上在巷口折腾，我们整栋楼的脸往哪儿搁？别慌，我顶着。少跟我耍嘴皮子，面子是自己赚的，做了没脸的事就别怕被人戳脊梁骨。欠债还钱，老天爷定的规矩。今儿不给钱，明儿我上广播站喊，后儿去你们单位嚷，让全校上下都听听，你们是怎么合伙欺辱这一家孤寡的。拿去拿去，碰上你算我没烧高香。200，数目没错，慢着，利息还没算。哪门子利息？6年整，银行定存年息5厘，我给您按驴打滚算，头年8块3，次年8块5毛6，第3年8块9，合计50块2毛，零头抹了给50就成。你这是放阎王账！我这是照搬银行规矩，不信走，咱去储蓄所，让柜员当面给您演示演示算数。去，算清楚，给你，全给你。成，是新粮。郭大妈这就上道了，往后缺东西尽管来开口，我们照样借你，可你得记着往回还。我就这么多了，60，还差2块，浑身上下真搜不出来了。成，剩下这2块你用别的法子顶。你不是会捣鼓自行车吗？往后我家车胎泡了，链条松了，你白修5回，一回算7毛1，你还净赚1毛。这也能抵？怎么不能？这叫技术换账。我干这行吃这碗饭的。10、20、30，若野630整，外加30斤新米，这才哪到哪儿？好几笔还在外头飘着呢，明儿接着收。若野，咱这么折腾会不会连累文斌？人言可畏啊！妈，您记牢了，软骨头窝囊废才真毁文斌前程。哪个学校敢要一个连自己亲娘都护不住的教书先生？咱站得住道理，别人才会高看文斌一眼。这闺女讲的倒也在理。这几盆花伺候的真精神。老周走之前留下的，他人没了，就剩这几株还活着。下午陪我去趟菜市。菜市口，教您2样真本事：怎么杀价，怎么回绝人。若雨，咱来这地方做啥？买吃的，顺道给您开小灶。开啥小灶？听着，砍价有3大绝招。头1条，眼神得带刀，就像我这样。第2条，嗓门得炸街，老板娘4毛1斤，抢钱啊！第3条，手里家伙事儿得握紧，当武器使。记牢没？记下了。老板娘，这青菜啥价？4毛，不二价。贵了吧？那头才3毛5，那头便宜，你奔那头去啊！大姐，和气生财嘛。3毛8，我来2斤。成，拿走。瞧见了，砍价没诀窍，脸皮一厚，全高兴。3斤整，2块4。妈，您给我睁大眼睛瞧好了，您要是敢把这块烂肉拎回去，我回去就把您那几盆宝贝兰花薅个精光。到底要不要？磨蹭什么？后头一堆人等着呢。我换一块。妈，再大点声，别怂。我不买了，这肉全是兵疙瘩，你骗谁呢？街坊邻居都来瞧瞧，刚允许个人做生意就敢欺负老实百姓，吃出毛病来你拿什么赔？瞅着是不对，白花花的全是金，这家对成了多金少两。姑奶奶别嚷了，误会一场。我给您换这块上好的。这才几天啊，你怎么就杀回来了？项目撤了，索性提前折返回来了。文斌，咋不先捎个信儿回来？
想给你们个意外之喜。听妈讲，你们逛菜市去了？凑合吧，弄了条礼记，没花钱。白拿的。若野传了我几招杀价，我把那屠户训了一通，他慌得白扒了块肉。这么神，那可得好好谢你。甭客气，收了票子就得办事儿，天经地义。这钱掏的值了。那可不，咱吃这碗饭的。后来若野讲了，往后谁再塞你烂菜帮子，你直接糊他脸上去。你这教法够野的。咋了？怕我把你娘带歪了？恰恰相反，你教的太好了。妈从前从不敢对人说半个不字，憋屈了半辈子。如今她学会护着自己了，这才是最金贵的。算你识货，别忘了加工钱。添多少？加3块成吧？成，挂账上。我打地铺。要不我睡下头，你好歹是掏钱的东家。爱咋咋地，着凉了甭找我哭。若野，这几天多亏你护着我妈，追回旧账，还教她怎么对人说滚。我怕你照旧住满2个月，再多拉扯她一把。放心，工期不掺水，拿钱干活，该干啥我门儿清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打心眼里感激你。哎，四眼儿，地板上凉不凉？凑合。真凑合。你这是在心疼我？谁心疼你了？我是不想等你冻趴下了，还得我端茶倒水。操心多余，我底子硬着。那你也滚上来吧。啊！让你上来，地板硬的跟铁板似的，明早你要直不起来，还不是得我伺候？麻溜的。你再往外蹭，就该滚地上了。我怕挤着你睡不着。四眼，你可是本姑娘名义上的爷们儿，挨着睡能咋的？我又不咬人。若野，你这一身菜市口的腥气儿。王秀兰，王秀兰，人呢？哪儿去了？开门，开门！嚯，生意上门了。这屋朝南，给来福做新房刚好。文斌在更好。你们宅子宽敞，我们7口挤乡下都快憋死了。这大屋让出来给我们，你们挪那小间正合适。三婶儿对吧？想占主卧，成啊！咱先盘账。盘账？盘什么账？租金呢？主卧1月30块，押一缴3，先给120。您准备住多长？1年，1年360加押金，统纵450。您是付现钞还是开票子？你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住这儿成，先把票子备齐，不给钱那就是明抢，明抢得蹲大牢。这宅子姓周，周家哪个？房本写的是周文斌，你占他名下的屋不掏钱，这不叫抢。臭丫头片子，少在这撒泼耍横！我们是周家亲骨肉，住自家宅子天公地道。你个外来的，哪来的资格说话？外来的，我可是周文斌明媒正娶娶进门的，户口本上白纸黑字写着呢。您又算哪支周家人？我怎么从没见过您这张脸？我是他亲三叔。哦，三叔啊，就是20年前从我家借走200砌墙，到现在连个钢镚都没还的那位三叔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瞎说，白纸黑字借据就在这儿，您敢不认？咱去局子里掰扯掰扯。你找打！三叔，你这拳下去，汤药费怕是不能少，还得进局子走一遭。你当真要动这个手？行啊，四爷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照你学的。闹什么闹？王秀兰同志，你们家欺凌亲戚、私吞祖财的事儿可要想清楚。上面特意派我来查查是怎么回事。青天大老爷，您可得主持公道啊！周家大房欺负我们二房啊！我们7口人没处安身，投奔过来，他们不光往外赶，还张口骂人，我活不了了！大哥哎，你睁睁眼吧，你媳妇儿糟践你亲弟弟一家呀！不是我爱念叨，亲戚碰上难处，该伸手就伸手。你们家家境殷实，也不差这一间半屋。瞧瞧把你3弟妹逼成啥样了！要是查证属实，周文斌的职称评定可得重新掂量掂量。副校长，您先甭急着下结论，我想问问，您清楚三叔家欠我们多少数目吗？多大一笔？4000出头。您晓得4000块现如今能换啥不？搁乡下能盘下半拉庄庄。您这么替他们撑腰，是他们私下塞了好处，还是您跟三叔家沾亲厌故？要真有这层关系，您明讲，咱把这笔烂账从头捋捋，我们出的数肯定比他们大方。
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啊？那您干嘛偏帮一群赖账的？您这位副校长就是这么给师生做榜样的。老东西，早些点头不就没这出了？谁都甭想好过，欺压孤儿寡母算哪门子能耐？今儿谁胆敢抢这宅子，我立马把整栋楼烧成灰！神经病，活脱脱一个神经病！没错，我就是神经病。王若野方圆百里谁见谁躲，谁要碰我婆婆半根头发丝儿，我今天就让他开开眼，瞧瞧真正的恶霸长啥样。你们要掰扯，咱今儿就把这烂账从头到尾搂干净。76年，你家扯谎要翻修祖宅，顺走200，还搭上20斤白面大米。78年，又讲娃儿念书缺学费，赊走10尺布票，石沉大海。80年，直接借走现钞200。这20年光景，你们一家从我家划拉走的物件不下4000块。如今倒好，连学校分给文巷的房都敢来抢。还有你这当官的，不去查证摸底，反倒替恶霸撑腰，欺辱老实百姓。你拿了多少脏钱？走，咱去好好唠唠。街坊邻居都来断断这理呀！我们一家3口安安生生过自己的日子，这帮人冲进门就要夺房子，这是生生把人往绝路上逼呀！那赶紧拧自个儿大腿嚎出来！老周哎，你九泉之下睁睁眼呐！你亲弟弟糟践我们娘儿几个呀！这分明是欺负到家了。就是，这副校长八成捞了不少油水。咱们也真的是啊，周不要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你这瓶里灌的啥玩意儿？自来水呗。真以为我缺心眼儿？点着了我不也跟着成烤鸭？你这脑子绝了！哎呦喂，这位就是文斌屋里头的，失敬失敬。你哪根葱？我见过你吗？我是婆婆娘家的亲外甥，你喊我一声表哥就成。表哥？哪儿冒出来的表哥？我婆婆到底几个亲外甥？独苗一根，嫡亲嫡亲的。嫡亲的？怎么从来没见过这张脸？准是跑来蹭吃蹭喝的货色。我今儿登门是求您办件大事。我家那崽子想混进大学食堂当采买，文斌好歹是教授，这事他动动嘴皮子，孩子就能端上铁饭碗。姑，我家崽子初中都没念完，外婆谁要他？您要是不伸手，那就是毁了他一辈子。咱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，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烂在街头吧？表哥，既然沾亲带故，那咱就把窗户纸破了说。啥意思啊？意思是帮你可以，得照我的规矩办。你还会拨弄这玩意儿？吃这行饭的36行哪行都沾边儿。您给我听仔细了，大学食堂采买1个月50块，1年600块，干到退休35年，总共2万1，加上补贴、养老钱、外捞，拢共算您30万。30万？你疯了吧？没错，30万，这是您家崽子一辈子挣的总数。我们搭桥等于白送他一个值30万的金饭碗，所以你想让我们处理成啊？先立一张30万的借据，签上名，摁个页，我立马让文斌去跑腿。你这是敲竹棒，这叫买卖公平。您就眼睁睁看着一个外人骑到您亲外甥头上拉屎？若也不是外人，她是我周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这事儿我管不了，你走吧。妈，您总算硬气一回了。你疯了！为了个外甥，连亲外甥都不认。表哥，我刚致电教育厅查过了，您儿子的文凭是初中没毕业，按上面白纸黑字的规矩，大学食堂跑腿的最低也得高中文凭。这桩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。你窝在家里，你从哪打听到的？翻档案查底子是我的吃饭本。漂亮，拜你为师。那你们不早放屁，白耗老子一下午。晚饭才啃了半个窝头，塞牙缝都不够。那4眼睡得跟死猪似的，也不知道给我剩好吃。妈，若野，你咋还不睡觉呢？饿得睡不着。妈，您怎么也不躺下？我寻思给你炖锅肉，明儿个吃。妈，锅里炖的什么？没啥正经的，胡乱炖一锅，你快歇着去吧。妈，这是您的手艺，不好吃吗？好吃，这哪叫好吃？这简直神仙下凡做的。妈，您晓得这锅土豆炖肉搁外头饭馆值多少不？少说1块8，不对，2块起步。妈，您这手艺打哪儿学的？跟文斌他爸学的。啊？开过饭馆？他早年是掌勺的，我俩盘过一间小馆子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刚成家那阵儿攒了些家底，在镇上开了个秀兰饭馆。他颠勺，我煨汤，揉面蒸馒头。他活儿好，我跟着琢磨，日子长了也就会了。后来买卖红火，街坊四邻没有不夸的。他讲，等攒足了本钱，就盘件大的，把饭馆往大了整。后来咋样了？后来他倒下了，店也黄了。这是他留下来的菜方子，上头记的全是他的绝活。这些年我想他了，就翻出来瞅2眼。
妈，爸是个厚道人，您俩情分真深。妈，要不咱重新开家馆子吧？个体户上头可是敲锣打鼓鼓励的。您瞅瞅街口卖茶叶蛋的吴大妈，2个月到手的比大学教授还阔绰。我哪有人家那本事？您咋不能比？您这手一甩，食堂吴大妈100条街，不对，1000条。妈，您教我做饭成不？我想学。您这手绝活不能就我一个人晓得，往后我做给四眼吃，让他也开开眼。啥叫舌尖上的神仙日子？你想学我就传你。那打现在起就开课。这会儿都深更半夜了。半夜咋了？半夜才是长本事的好晨光。您瞅这锅土豆炖肉，不就是半夜煨出来的？闻闻这喷香的味儿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妈，我给您抽个底儿，往后咱家的伙食您全包圆，我专职负责吃。成。若野，你咋了？四眼，我考考你，你晓不晓得你妈会做饭？知道啊，我妈做的饭味道不错的。味道不错，你就给个味道不错。我问问你，要是你妈重新开家馆子，你觉得咋样？你想让她重操旧业？我想搏一把，她那手艺不开馆子白瞎了。再说了，她现在比从前硬气多了，有我镇着，谁敢动她一根指头？若野，你当真这么盘算？真的啊？咋啦？你不乐意？当然支持。若野，你别撤了，咱俩合伙开馆子。妈，四眼，我有一桩大事要宣告。啥事儿？该不会又要去追哪家的烂账？这回不追账，改开张。开张？开什么张？我想盘间小饭铺。可是我这些年都没摸过生意了。您昨晚那锅土豆炖肉，外头馆子没一家比得上。妈，您信我一回，咱从小的来，就在院里支几张桌子，先探探路，赚不着钱不怕，全当给左邻右舍添道菜。你俩都点头。妈，我觉着您该有桩自己的营生。当然，您琢磨啥结果，我都站您这边。妈，您就应了吧，我给您搭把手。四眼歇班的时候管管账，咱全家齐上阵，您自个儿琢磨琢磨。往后咱馆子高朋满座，人人都竖大拇指夸您手艺，那滋味多美。若野，你总算打心眼里把咱当一家人了。老周，你瞅见了不？咱家的馆子又要支棱起来了。那就豁出去试试。太牛了，妈，您真是这个。妈，今儿这碗红烧肉香到家了，就是肉能再趴乎点更妙。咱这片住的老头老太多，牙口不中用，得替他们想着点。成，下回留心。这糖醋排骨酸溜溜甜丝丝，正对胃口。就是能不能再添一点？我还没过瘾呢。你都扒拉5碗了还不够？我这叫为买卖献身，为咱馆子的前程铺路。不填饱肚子哪来的劲儿卖命？若野，你这叫考察还是蹭饭？考察，顺道蹭饭。那你考察出啥道道了？结论如下：头一条，妈的红烧肉能扛大旗当招牌；第二条，糖醋排骨招年轻人稀罕；第三条，土豆炖肉上到80，下到3岁都爱；第4条，咱得给馆子整个响亮的名号。这么迟了还死磕呢？翻菜方子呢，爸这手字儿写的真不赖。他干啥事儿都较真儿。四眼，你说咱馆子支起来叫啥名头响亮？你中意哪个？叫秀兰饭馆咋样？这我爸那年起的名。我晓得，妈跟我提过。我琢磨着接着使这名儿，也算替爸了桩心愿。若野，你心真细。少来这套，我就是觉得这名字顺耳，挺水灵的。你咋不搞个王若野饭馆？我巴不得呢，可妈掌勺当然挂妈的招牌，这叫有一说一。没错，有一说一。这闺女长得真水灵，跟年画上走下来似的。听说还是个念大学的呢，她爹是教书先生，书香传家。不晓得说婆家了没？哪家要是摊上这么个儿媳，那可真是祖坟冒青烟。您好，麻烦问一下，这儿是周文斌先生家吗？没错，
你哪位？我是刚搬来的街坊，叫林婉清。我爸是文斌哥从前的恩师，托我过来嘲笑阿姨。文斌哥喊得倒挺肉。阿姨，我是婉清呀，我爸姓林，文斌哥的启蒙老师，您还有印象不？小时候我穿过您家门。哎呦，是婉清啊，都长成大姑娘了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谢谢阿姨。我爸老挂在嘴边说文斌哥讲他如今当上教授了，有出息了，死活让我过来瞧瞧。文斌他挺好的，你爸怎么样？身子骨还硬朗不？凑合吧，就是上了岁数，腿脚不大利索，那得仔细养着。对了，阿姨，文斌哥这会儿在家不？窝在书房呢。若野，去把文斌喊出来。他自己不长腿吗？妈，谁的门了？文斌哥，你是？我是婉清啊，林婉清，你把我忘了？哦，婉清啊，都蹿这么高了。文斌哥还是老样子，钻树堆里不出来。这位姐是？这是我媳妇儿王若野啊，原来是嫂子呀，嫂子上好。嫂子这模样真够别致的，妹子这长相也挺扎眼的。婉清啊，留下吃顿饭吧，若野烧的菜可香了。嫂子这手艺挺有特点的。特点啥？别拐弯，难以下咽就照直讲。没有，蛮好的。我觉得挺香的，比我那手艺强出几条街。这四爷，文章哥，我爸讲好阵子没见你了，问你啥时候得空上家里吃顿便饭。这我得先问若野同不同意。嫂子该不会不放人吧？不过是吃顿饭罢了。去呀，凭啥不去？四眼儿，咱俩一块儿去。我也顺道谢谢林老师把你栽培成才。嫂子也跟着，咋了？不乐意？欢迎，哪能不欢迎？那定在这周五晚。成，周五夜里我跟四眼一块儿到。这件寡淡，那件花哨，这件纹路咋看咋像老太太穿的。你折腾啥呢？扒了衣裳呗。你往常不总套那件蓝布衫吗？那件能穿着去见他爹？人家可是拿教鞭的体面人。你倒是挺上心。我上心啥？我就是不能让你跌份儿。你眼下是我，是你爷们儿。你眼下是我东家，你丢了面子我也跟着栽跟头。行，你讲啥都有理。这条咋样？这不是我的裙子呀。我买来送你的，你上身准好看。四眼倒挺有眼光，那就定这条了。文斌呀，有些日子没见了。这位是林老师，这是我媳妇儿王若野。林老师好，常听文斌念叨您。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快入座。文斌哥到啦！哟，嫂子也跟来了，快坐，我去端盘子。文斌，你这阵子咋样？听说你在评职称？正攒材料呢。哈哈，行，凭你的本事，准过关。文斌哥，试试我炖的这碗五花肉。你还记得咱小时候不？你每回来我家，我爸都差我给你端茶，你老客之道谢，斯文着呢。有印象。那会儿我就琢磨，这哥哥可真不赖，是吗？架着眼镜，精瘦的，成天捧着书不肯撒手。我爸讲，这孩子往后准有大出息。如今确实混出名堂了，就是还跟竹竿似的，我得日日盯着他扒饭。嫂子待文斌哥真贴心。那可不，我自己的爷们儿不疼他疼谁去？婉清啊，你也该寻个婆家了，别老窝在家守着我这把老骨头。爸，我不慌。婉清妹子底子这么硬，还愁寻不着好人家。回头我替你牵线搭桥，咱家馆子要是张罗起来，保准有年轻小伙来光顾，我替你扫摸。开馆子？对呀，咱家要支馆子了，我婆婆颠勺，我打杂，四眼管账，到时候你来捧场，我给你砍价。那先给你道声贺。你今天真够飒的。那可不，咱吃这碗饭的。吃哪碗饭？没什么。若野，我就爱瞧你酸溜溜的模样。谁酸溜溜了？我才没有。
妈，您瞅瞅，这块支2副台面，那块搁2套桌椅，墙根能架个雨棚，下瓢泼了也不慌。若野，这靠谱吗？万一冷场没人光顾，没人来，开啥玩笑？您烧的菜我顿顿吃都不嫌够，旁人尝了保准也上瘾。那万一有地痞上门找茬呢？有我在呢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？我让他开开眼，啥叫专职阎王？若野，我核过了，置办台凳、碟碗、灶具这些，差不多210块上下。200块，咱手头够不？够。上回讨账预下的款项，加上我存的那点工资，绰绰有余。那就成，后晌咱去二手市场转转。若野，这张台子虽说老了些，可石头干净倒蛮顺眼的。那可不，咱这叫点石成金。四眼，你这笔字挺像样啊。打小描过几载，还会剥蒜珠，就是没你溜。那当然，我的珠子多脆多亮啊。妈，您过目这几道成不成？酱烧肉、洋芋炖肉、糖醋排条、醋溜白菜、西红柿炒蛋，全是您的看家菜。先定这几样，往后见见天。成。价位我也锁死了，肉菜1块6，素菜7分，白饭1毛1碗管够。这标价比外头馆子低。那必须，咱走薄利畅销的道，等招牌竖起来了，再缓缓调度。可不是嘛，若野，你真有2下子。妈，您甭夸我，我就是胡乱捣鼓。不是胡乱捣鼓，是吃这碗饭的。支管子了，真的假的？闻着怪馋人的，要不试试？各位老少爷们儿、街坊四邻，今儿头日开张，全场饭菜打8折，不要钱，来尝尝啊！这酱烧肉太地道了，洋芋炖肉也香的不行。总共多少？酱烧肉1块6，白饭1毛，拢共1块7，今儿8折，1块36，收您1块3。这么划算，味道好，下回还光顾。来，随时恭候。妈，这一小会儿咱就入账20块，这么老些，统共28块整。这么一大笔，1天28，一月下来800出头。妈，咱要发了呀！若野，多亏了你。妈，您谢啥呀？是您这手艺硬，要不是你，我做梦都不敢指望这日子。妈，往后您不用慌了，有若野顶着，有我撑着，咱仨一块把馆子支棱好。成。若野，你咋还不合眼？闭不拢眼，太亢奋了。琢磨啥呢？盼往后馆子扩了，咱能盘兼敞亮的铺面，多雇几个帮手，妈就不用那么遭罪了。你倒是想得挺长。那可不，咱吃这碗饭的。四眼儿，你想咱往后能一直这么过不？怎么过？就是算了，没啥。你是想讲盼全家团团圆圆？你咋猜着的？会的，咱会永远待一块儿，乐乐呵呵的。乏了，睡了。听说你们馆子支起来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咋了？不待见？欢迎，哪能不欢迎？坐下呗。地方虽说寒碜了点儿，倒透着股暖和气儿。那可不，咱主打的就是接地气，真够实惠的。来碗酱烧肉，1碟洋芋炖肉，1碗白饭。得嘞。文斌哥，婉清，你咋搁这儿？来吃饭呀！你家烧的菜真不赖。那你慢用。刘布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讲。我爸想单独请你吃顿饭，就你自个儿。单独？你个意思？林老师有啥要紧事儿？也没啥正经事儿，就是想跟你扯扯。你也清楚，他上了岁数，就爱跟从前教过的娃儿唠嗑。那成吧，啥时候？明儿个晚上。好，我那会儿过去。你真打算去？去啊，林老师好歹是我恩师，找我说说话，不去不像话。那你捎上我。人家特定点名了让我单刀赴腿。我是你媳妇儿，我跟着咋啦？对，
若野，你别瞎琢磨，不过是顿便饭。我没瞎琢磨，我就是心里不痛快。真不领我去？若野，你得信我。我信你，可我不信他。万一他在菜里头使绊子呢？使绊子？你以为是江湖传奇？那万一他把你灌趴下呢？我滴酒不沾。那要是……没那些要是，我8碗饭就折返，顶多2个钟头。踏实住，我心头只装着你一个。你这算跟我表心意？我喜欢你这桩事儿，你不是早摸透了吗？我哪晓得？若野，你踏踏实实睡你的。那你去2钟头，晚了1分钟我就杀过去找你。2钟头，晚1分钟我去掀桌子。2钟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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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钟头。林老爷子在哪儿？文明哥，我爸过会儿才到家，让咱俩先动筷子。这有点不妥当吧？有啥不妥当的？咱又不是生人，快坐下。来，文明哥，你试试这个，我专程给你烧的，又吃又喝。我沾不了酒精，林老爷子几时能到？文明哥，我打听你的事儿，你真就那么喜欢王若言？对，我真就喜欢他。瞎扯！他那种货色配得上你吗？他哪种货色？他就是土包子一个，没涵养，野蛮，张嘴就开骂。你大学讲师的体面，跟他搅和在一起不嫌掉价。婉清，你压根儿不晓得他到底是啥样的女人。我咋不晓得？他豁出命护着我妈，替我家追回陈年旧账，教我娘学会对人说不行。他还让我们这个家重新燃起了盼头。他单枪匹马扛住一群不讲理的混账，被恐吓，被刁难，差点挨了揍，可他就没眨过眼。他是我这辈子撞见的最有种、最赤诚的男人。麻烦转告林老爷子，多谢他这番美。不过我该走了。文斌哥，我喜欢你，打小就喜欢你，我满以为你会守着等我。婉清，对不住了，我从来没喜欢过你，更谈不上守着。姻缘这玩意儿，强扭不得。1个钟头05分又42秒，才1个钟头，也没多磨蹭一会儿。别是跟老师唠得不过瘾？唠得挺痛快。那林老爷子闺女烧的菜咋样？香不香？比你做的差远了。你啥时候学会讲这种甜话了？若野，我搁那啥也没吃，快给我寻口热乎的吧，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候着，给你端饭去。就这娘们儿，没错，就她。若野姐，我方才听见那桌人嚼舌根了，嚼啥了？他们讲周老师半夜偷偷跟别的娘们儿约饭，还说你拴不住自家爷们儿。若野，出啥事儿了？没咋。不对，你肯定有事儿，到底咋了？四眼，我审你！那晚你是不是单独同林婉清约饭了？有人讲你跟他私会，如今满街都在嚼舌根，说老娘拴不住自家爷们儿。我去的是老爷子宅子，可老爷子没在屋，那就是确有其事了。是，我担心你炸毛，就没跟你挑明。他向我表了心意，可我当场就回绝得干干净净。回绝得干干净净？对啊。若野，你瞪瞪做啥？寻你唠唠。咱俩有啥可唠的？当然有。唠唠你散播的那些烂舌根。啥烂舌根？我搞不懂你扯啥。你搞不懂，讲周文邦同你私会，讲我拴不住自家爷们儿，那是旁人嚼的，跟我有啥牵连？跟你有牵连，因为那顿约饭只你一人之底。王若言哪来的底气审我？你当你是哪根葱？就冲我是周文斌的媳妇儿。媳妇儿？你俩才处了几日？你觉得你摸透他了？你晓得他喜啥厌啥吗？你清楚他打小的事儿吗？就算我全不晓得，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他跟你凑一块是怜悯你。你这号没念过书的村姑，压根配不上他。你说完了，轮到我讲了。头一条，我念没念书关你屁事。第二条，我配不配他轮不到你张嘴。第三条，你撒那些烂舌根儿，不就是盼我炸毛吗？我今儿就告诉你，我炸毛了。可你晓不晓得我炸毛的后果是啥样的？你要做啥？老娘啥阵仗没扛过，就你这段段位也想跟我掰腕子，候着吧，有你掉眼泪的那天。对了，你下回再撒烂舌根，我就把你这些破事儿写成大字报，铺满整栋筒子楼，标题就叫某女书生倒贴告白被拒，散播谣言泼脏水，估摸卖的挺火。若野，
你跑哪儿去了？若叶，你甭生气了。我不是恼火你跟他约餐，那你恼啥？我恼你瞒着我。我是怕你瞎琢磨才没敢讲。周文斌，你要是跟我照直说了，我顶多酸溜溜，但不会像如今这般从外人嘴巴里听到自家爷们儿的事儿，自个儿还蒙在鼓里。我觉得自己跟个憨瓜似的。我发誓，往后绝不瞒你，件件照实招供。不必了，横竖我是你套票子雇来的媳妇。若叶，你缓一步。啥事？这玩意儿送你的。啥？你掀开瞅瞅。这是啥？信，我手写给你的。日日碰头，何必写信？有些话当面张不开嘴，只能落笔。今日同若野扯了证，他吸溜面条的吃相挺虎，可怪俊。若野头回找我四爷，这名头我稀罕。若野替我老妈追账，收了1000出头。若野教老妈杀价，老妈学会了回绝旁人。她笑起来的模样像个娃儿，那一瞬我明白了，我在她手里。你啥时候整的这些？打咱俩扯证那日算起，每日寄一封，写到今儿个刚满50天。每日寄一封。我想把同你处一块的时光全存下来。存下来做啥？若你肯让我伴你到白头，待咱俩老了，一块翻着回味。若野，是我，周文斌。你若能听到这卷带子，说明我攒够了胆量。若野，你咋不吭声？骂我也好，揍我也好，就是别不搭理我，别撇下我。思雅，你啥时候练会讲这些的？从栽你手里的那日起，每日都在修炼。你这四眼，那，你肯饶了我吗？我气你，不是因你同旁人吃饭，是气你诓我、瞒我。我懂了，我有罪，往后绝不再瞒你，啥事儿都跟你交代。当真？当真，我起誓。这是我老妈传我的玉镯，交代给往后媳妇儿戴上。你肯不肯同我守一辈子？四眼，你是当真的？当真的，比编论文还真。那成吧，横竖我也受够了。受够啥了？受够有个四眼天天黏住。那你便是点头了。干啥呢？不先修？修啥？咱俩老早就是法条照着的正经两口子了。诸位候一下，攥紧各自的号牌，里头全挤满了，再等10来分钟就有空桌了。妈，您缓口气，我来掂量上。若野，你行不行？跟您练了整1月，也该单飞了。咦，今儿这盘菜口味变了。咋啦？不合口？不是，也蛮香，就是跟往常不大同。今日是我烧的，我家婆婆累坏了。你也能颠勺？不简单。那可不，大师傅传的，错不了。今儿个进账60，比上个月翻了一番。照这势头，咱还真能盘点敞亮些的铺面。我琢磨个事儿。琢磨啥？咱能再添个后厨打杂的，老妈一人颠勺太遭罪，我也就搭个手，雇个人洗洗剁剁递个碗，咱也能多招呼几桌客人。雇人，那不得烧不少钱？烧不了几个，1月得个30、40块，保准有人肯来。我觉得靠谱。那就照你的办。若野姐，我能来试试不？你擅长啥？我会摘菜切钉子，还能刷碗筷。成，施工5日，做得出色就录用。
妈，小兰干的咋样？蛮好，比我料想的还麻利。成，那就把小兰收下了。掌柜的，这盘菜里咋有毛？你瞅瞅这毛发，你们这卫生咋管的？确实有毛，对不住，这碟算咱请客，再给您重新烧一碟。光免单就结了，万一吃了得传染病算谁的？您这话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掏钱，起码20块。成，赔您20块。不过您得先让我弄明白这毛是谁的。啥意思啊？咱后厨仨人，我妈我还有打杂小兰全是长发，您这毛发咋这么短？这色儿也不对路，咱仨全是黑发，您这是花白。欧若野，你满嘴扯啥？我扯。成啊，咱去局子里好好验验这根毛归谁。你到底想干啥？掏钱，咱这碟菜本钱7毛，再搭上精神糟蹋费、脸面折损费，单个咱营生的功夫费，也不给你多开，统共20块。你方才不还讲赔我20块吗？先前是先前，眼目下是眼目下，你要不掏，咱就奔局子。下回还来呀，您嘞！掌柜的，您真牛！这号货色就得这么收拾。诸位踏实，咱馆子的卫生绝对过关，欢迎大伙盯着查。若野，你太牛了！妈，这路人我见得多了，从前追账那会儿，比这不讲理的都碰过。若野，你遭罪了。不怕，都翻篇了。哪位是当家的？我，您几位用点什么？我姓赵，赵石墩儿，国营东风饭店的经理，寻您聊点事儿。公家馆子的掌柜跑咱这巴掌铺子来做啥？赵经理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这桌菜出自谁手？我家婆婆烧的，咋了？口味蛮好，谢您抬举。王掌柜，我听闻你们这家馆子买卖挺旺，凑合过吧，糊个口而已。户口我看可不止，门口日日排长龙，一月咋也挣好几百吧？王掌柜，我这趟来是想跟你议个买卖。啥买卖？咱东风饭店是公家的，有靠山有底子。你们这家小馆子虽然红火，可终究是摆地摊的坐台，我打算收了你们。收了我们？对，600块买断你们秀兰饭馆这块招牌，加上你们铺子全部菜坊子，往后你们换个行当混。李经理，您这不是逗我玩吗？不瞒您讲，咱这小馆子1月就能刨出600，您想用600块换咱一辈子的饭碗，这不叫玩笑叫啥？王掌柜，你一介小丫头，不懂行情也正常。我善意提点你，你无非就是个没根没底的散户。这桩方案你要是不点头，那就是跟咱国营饭店唱对台战，没你甜头长。赵经理，你这是跟我叫板？不是叫板，是点拨。各行有各行的王法，你们这类小馆子劫了大家的财路，早晚有人上门算账。那您尽管让他们来，我王若野啥阵仗没扛过，您慢用，我就不留了。成，那咱就骑驴看唱本。赵石墩，我听过这号人，东风饭店的掌柜，在餐饮这行挺有根气。他想600块收咱的馆子，我拒了。他肯定不肯罢休，弄不好还要使歪招。我晓得，兵来将挡，水漫土封。若野，你别慌，有我顶着。我不慌，我要是慌了，就不配叫王若野。不论出啥事儿，咱俩一块顶着。明白了，四眼。老陈，今儿有啥闲货？若言呐，今儿个的菜全让人家包圆了，全包了？谁下的手？是东风饭店那拨人，他们订走了全部菜，过会儿就来拖。东风饭店？若言，你是不是惹着他们了？人家明说不准卖你，往后你也甭上我这拿货了。菜全让东风饭店的人订光了，你上别处瞅瞅吧。若野，菜在哪儿？咋两手空空的就回来了？没搞到。咋会这样？那杀千刀的赵石墩背地里使绊子，他把菜市场全包圆了，还勒令菜贩不准供货给咱。那咋整？馆子今儿还开不开？妈，您甭慌，我找路子去。赵叔，您地头还有菜不？若野来了，我这儿还剩点菜，本打算搁着送街坊的，你瞅要多少？剩多少收多少。得嘞，我这就给你码上。赵叔，往后您的菜能不能每日定点送我馆子里？我给您开的价比菜市抬2成。那菜市那头，您踏实，他们不敢动您一根毛，有我罩着。今儿咱馆子照常开门。这批菜你打哪儿掏来的？我听说菜市联手鞠躬咱家。活人能让尿憋趴下，他不准我从菜市进货，我索性找种地的直接拿呗。若野，你真有招。那可不，
这么点破事儿还能挡住我？琢磨啥呢？想赵石墩下步要出啥幺蛾子？无论他整啥，咱都有饭的招呼。你哪来这么大底气？因为你在。四爷，你这句快变老话茬了。我晓得你是替我鼓劲儿，管用就成。哪位是掌柜的？是我。诸位是？咱是查卫生的，收到检举，讲你们馆子卫生不过关，上门查查。没毛病，欢迎查验，请随意。妈，别慌，咱家卫生过硬，不怕严。你们这家还算整洁。那可不，咱搞吃食这行的，卫生顶破天。那检举的人讲，你们这儿又脏又乱，还闹耗子。领导，实打实的状况你也瞧见了，谁捅的娄子我不清楚，但我能跟您交个底儿。最近有股人想弄垮咱馆子，您要不信，可以出去扫听扫听。你们得盯着卫生条件，做好杀菌消灾。是的，是的，随时恭候您来抽查。掌柜的，咋回事？没啥，有人眼热咱买卖旺，捅了黑状，可咱正身不怕影歪，验也验不出毛病。当然，咱举双手欢迎大伙监督，有啥点子意见，随时招呼。这号人太损阴德了，掌柜的，咱请你到底。对，咱请你到底。谢各位，多谢大伙撑腰，今儿全场饭菜打8折。准是赵石墩使的坏，除了他没第二人。今日我在单位都听闻馆子遭卫生检查的事儿了，老这么折腾，对咱的买卖早晚伤筋骨。他这是要全方位弄死咱，卡火院、通卫生，后头还不晓得憋啥坏。若叶，咱得琢磨反制，不能老挨打不还手。我也这么寻思，可他毕竟是公家馆子的掌柜，有根基有人脉，咱巴掌大了铺子，凭啥跟他掰腕子？咱能想法子搜罗证据，把他亮出来，摸摸他干没干过别的缺德事，叫大伙都认清他的面目。对头，用他的法子还到他身上。9点整，赵石墩踏进门。9点半，一男一女提着包裹进去，瞧着像送东西的。有收获没？寄了一堆，你那边呢？我找老同事探了探，赵石墩这人口碑很差，有人讲他压榨伙计工钱，跟供货商勾搭吃回扣，还有人讲想跟饭店做生意就得给他上供，不然甭想进门。这些烂事儿有啥实在把柄？实物还没找着，但有人肯站出来说话。有人张嘴就够用了，叫他也品品唾沫星子淹死人的味道。你们哪路的？找我啥事儿？刘师傅，咱是秀兰饭馆的，听说您早前在东风饭店待过，想找您打听打听赵石墩的事儿。你们问他搞啥？咱是被他踩过的人，如今他还想逼咱馆子关门。赵石墩那个王八蛋，我在东风饭店待了8年，年年他都要剥一层皮。头先讲好1个月40，到手只剩20。我找他论理，他甩一句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滚犊子。也是背时撞上那阵子，我家小子病倒急着用钱，不然谁忍这窝囊气？那您那会儿是咋离开的？后头我儿子要开刀，我找他先借几天工钱，他不但不给，还讲人没了再找他要烧埋钱。这畜生，这种话也讲得出口？这还不算完，他跟送货的串通吃回扣，明明集市上卖8毛的菜，他报2块，多出的票子他跟送货的对半分。你有凭证不？我全记下来了。8年，他干了多少龌龊事儿，一笔没落下。刘师傅，这材料能借咱用用不？你们要搞啥？把他弄进局子。这个赵石墩真不是个玩意儿，压榨工钱、吃回扣、造假账，缺德事让他干绝了。光有这些还差口气，咱得寻个敢往外捅的人。咱跑报社碰碰运气。对，咱找个敢动笔不怕事儿的主。你心里有靠谱的不？我有个学生，他亲哥在报社跑新闻，咱可以找他聊聊。公家饭馆的掌柜也能这么黑，吞钱吃户、压榨伙计，缺德事占全了，这摊事给他抖出去，准能炸开锅。郑记者，这个赵石墩不是省油的灯，您敢下笔不？有啥不敢的？咱吃新闻这碗饭的，就该把真相分证翻出来，替老百姓出口气。太棒了，那就全指望您了。你们踏实，我加急写。不过你们得担保递上来的材料没掺假。咱担保，要是缺人证，咱随叫随到。克扣我们工资的黑心鬼！
掌柜的，你瞧见今儿的新闻没？赵石墩进去了。瞅了眼，是赵石墩活该倒霉，好好的公家饭馆让他折腾黄了。还是咱这儿地道，份儿足价低还香。咱靠的是实打实的能耐，再加各位赏脸。若野，那个赵石墩儿是你搞他进去的？妈，您讲啥呢？我哪有那号能耐，是他自个儿做的孽，让记者抖出来了。可那记者咋挖的这么透？妈，若野搜罗的材料。若野，你真行。妈，不是我行，是他该走。你讲，咱这账算拿下没？当然拿下，而且挣足了份儿。那往后还会有不长眼的上门不？兴许会，但咱不怯。凭啥不怯？因为你在。你又来这招。实话实说。思妍，谢了，谢你一直守着我没撒手。应当的，我你男人吗？你不，我东家来着。早过了那茬。若野，市里餐饮协会大会送来的请柬。行业大会，喊咱去。你眼下也是饭馆掌柜了，去转转，结交些同道人，没差处。那你跟我一块儿去。近些日子，私营饭馆冒出的飞快，可也惹出一堆麻烦。没照经营，卫生不过关，降价互相拆台，这些乱子把市场搅得乌烟瘴气。听说她就是那个秀兰饭馆的女掌柜，买卖火的不行。私人的能好到哪儿去？不就是靠便宜抢饭碗吗？又冒出个挑刺的。王掌柜久违了，你们秀兰馆子最近挺露头啊。借您的光，凑合过日子。听说你们一天能进账好几十，8丈大的馆子，4个人5张台，这买卖挺不简单嘛。刘会长，您就别绕弯子了。王掌柜，我是好意点醒你，这行当有这行当的王法，你们这类小户劫了太多财路，早晚有人上门算账，知趣些，趁好就收。刘会长，您这话我怎么听怎么耳熟，上回跟我讲这话的准儿，如今已经蹲里头了，多谢提点。我这人生来贪嘴又护食，哪个掐我饭碗我就跟他玩命，不论他公家还是私人。若野，你方才那股劲儿咋啦？嫌我太横啦？不是，觉得你整个人都外貌光芒，特别带劲。得，你又来了。说的实话。四眼，你讲这个刘振邦跟赵石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的？他俩8成早先就认得。赵石墩虽说栽进去了，可他在餐饮这行混了多年，肯定还留着人脉。那他下步要出啥招，冲咱来不？我猜不准，可瞧他今天的架势，没露半点好意。唉，懒得琢磨了。来兵咱挡，见水咱埋。我王若野啥阵仗没闯过？不论出啥岔子，咱俩一块顶。我懂。李叔，今儿咋没来送菜？存货还剩点，可铁定挨不过明晚了。若野呐，这几日的菜全让人家包圆了，是餐饮协会那帮人，他们讲往后我的菜只能供公家馆子，不准给私人户。要不让我往后一星半点都削不动。啥玩意儿？若野，咋就整回这仨瓜俩枣？这还是我顺来的，他们全部卖给我们。这回又是刘振邦使的坏，他扬言菜农不准供我们，这会缺德东西。那可咋整？今儿的食客咋招呼啊？妈，您甭慌，我找辙去。晌午先撤了素菜。大伯，您这地头的菜出手不？卖呀！你哪个菜市的？大伯，我不是菜市的，我是秀兰饭馆的，您听过这名不？听过，可你们咋窜这么远来拿菜？城里的菜被人霸住了，不准卖给我。还有这号事儿，有菜不给卖，咱种地的还过不过日子了？我地头的菜谁掏钱我供谁。谢您了，大伯。往后每日您黑天跑一趟就中。若爷这么耗着不是常法，万一这家种菜的也给唬住了，咱还能跨省拿菜不成？开销也得翻跟头。我明白，可眼下只能凑合。若野，咱得琢磨个够本的招。啥招？自己开地种菜，你觉着咋样？咱自个儿种？对，城郊有荒片地，1年才60块。逢周末没课，我下地卖力。我也能搭把手。
我年轻时摆弄过庄稼。成，咱自个儿开地，瞧他们还咋掐咱的菜路。就这片荒地，就这破地儿。虽说要自个儿开荒，可价钱便宜。成，开就开，咱多少阵仗都闯过去了，还怂这块地？这比我追仗还磨人，实打实出憨力啊！可我看你干得蛮欢说。那可不，这是咱自个儿的地，往后想撒啥种撒啥种，再不用买个菜还瞅人眼色。在这片土豆，那期白菜，那儿豆角。若野，你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？哪处不一样？从前你卖力气只为了票子，如今是为了咱这个窝。为了窝，我也有了归属。若叶姐，我听讲了，你们自个儿开荒种菜可真牛。你耳朵够长的，咱自己整的菜进嘴也踏实。若叶姐，我给你透个底儿，我小的那个刘振邦，他真不是个玩意。我哥早先在公家馆子待过，就在他手里过，不光压工钱，还往我哥身上泼脏水，说他顺东西，还有这档子事儿。后来我哥不伺候了，自个儿支了个小食摊儿。那刘振邦跟赵士敦啥交情？你哥摸得清不？我听我哥提过，赵士敦跟刘振邦认得好些年了，俩人勾得挺紧，早前联手捞了不少油水。小凤，天黑了，你领我找你哥一趟。若叶姐，你找我啥事儿？大志，我听小凤讲，你早先在公家馆子待过，认得赵士敦跟刘振邦。对，那俩不是东西，缺德事干遍了。前阵子赵士敦不已经蹲里头了吗？是，他虽说栽了，可刘振邦还在蹦跶。大志，你手头有刘振邦作恶的把柄没？我要把刘振邦也弄进去。就靠你，他可是有靠山的。就靠我，有靠山又咋样？有靠山也顶不过王法。若叶姐，你真叫一个横，这种黑心人都敢跟他们正面杠。大志，你不晓得，姐姐我从前也是不好惹的主。我有料。啥料？那年我被压榨工钱，还递过状子，我现在还有当时的回收，还有他们压工钱的账簿复印件。你还能存着这些东西？我寻思哪天兴许能派到用场。好，大志，我晓得你在刘振邦那儿窝了不少火，你等着瞧吧。给你，盼你能替咱这群挨欺负的挣回口气。这刘振邦跟赵士敦还真是同路货色，这堆料够他喝一壶的了。可这不少是赵士敦的旧账，能拽得到刘振邦吗？大志讲刘振邦也插过手，赵士敦吃大份，刘振邦捞小份，不能光信他一人，咱得挖到实打实的条据才行。成，我去搜。若野，你咋跑来了？刘师傅，您认得刘振邦不？认得，赵士敦的跟屁虫，也没少作孽拿脏钱。赵士敦犯的那些事儿，他8成都有份儿。您那儿有凭据不？我这儿没有，可有个工友，他那里存着一本明细账，你候着，我去找他讨，到手了我给你送去。棒，太棒了！这批材料比上回还细，真没料着赵士敦还有同伙。郑记者，你瞧这些够不够使？够了。不过刘振邦比赵士敦滑头，咱们还得再下功夫，不能让他借着官位把这桩事按下去。你有什么法子？我有个同事在省报干活，咱们能把材料转他，让他登在省报上，这么一来，地方上就捂不住了。老陈呐，我可有个大料要送你。老板娘，你瞧见没？刘振邦也给查了，省报全登了。协会副会长扯进贪腐案，跟落马的赵士敦串通好些年。瞧见了，瞧见了，这可是桩大消息。真没想到，这俩当官的这么欺负咱们工人。这下妥了，坏蛋全蹲进去了。那是他们自找的，欺负人早晚得还。老板娘，你这话咱爱听，你讲，会是哪位这么能耐，搜罗了这么些材料？我哪晓得？哼，也是，你就是个开饭馆的。大爷，您想点啥？你们馆子的拿手菜是哪个？酱烧肉、洋芋炖肉、糖醋排条，各顶各香。那给我来碗酱烧肉，1碟洋芋炖肉，1碗白饭。得嘞，您候着。大爷，咋了？不对胃口？不，香，太香了。那就成，您慢用。若野，5号桌的菜。您是这家馆子的掌勺王师傅？您是哪位？您听过我名号？我姓赵，赵红军，早前在国营东风饭店颠勺。赵师傅，您就是那位特级厨子赵师傅？早先就听闻过，都讲您手艺了得，从前是东风饭店的顶梁柱。王师傅，您这手艺比我当年在东风饭店那阵还出色。您这些菜有独家配方不？
咱是百姓小铺，没啥独家配方，就是下功夫烧。下功夫，对，就是下功夫。如今的人肯下功夫的少了。这老伯瞅我妈的目光，妈，您认得他不？不认得，就是听过名儿，没见过人。他瞅您那神色咋怪兮兮的？怪兮兮？哪儿怪？就是那种眼光黏不拉几。若野，你甭乱嚼舌头。妈，您还是挺有韵味的，甭害臊。王师傅，您这手活真叫绝。赵师傅，您甭抬举我了，我跟您比还差一截。王师傅，您太自谦了，这手活打哪儿学来的？跟我家那口子学的，他走之前也是掌勺的。哦，他也办过大馆子的席面？那倒没有，我俩就是支过小铺子。难怪，这口味是家里的味道，不是馆子的味道。王师傅，您是真行，赶明儿我想给您露一手，让您品品。那哪行？您可是大厨子。抽个空档，您务必赏个面子。妈，赵师傅这段日子可是日日上门，人家就是来吃饭的，咋了？您没瞅见吗？他每回来都厚着您露脸跟您搭腔，扯开了就不愿挪步。那是人家礼数到，咱俩都是颠勺的，所以扯得来。礼数？那他咋对别人不讲礼数？若野，你又瞅着啥了？你这话几个意思？甭拿妈打趣。我这是关怀上岁数的人的心思，你懂个屁！落叶，劳驾帮我叫下王师傅，我有件事询他。王师傅，这本册子是我多年攒下来的，上头记着不少老方子，送给您。这太金贵了，我不敢收。您拿着吧，搁我那也是吃灰，您用得上。妈，赵师傅这份心意您就收了吧，往后请赵师傅多来咱馆地。王师傅，您这火头卡得真准，跟您搁一块儿差得远，您才是大师傅。啥大师傅，早退下来了，就是个老家伙。您可不算老，身子骨瞧上去还挺结实。思瑶，你瞧出来没？妈跟赵师傅有情况。啥情况？他俩那个眼风，有时候瞅的我都觉不大对头。你又犯毛病了。我这是心疼妈，心疼她的身子和心豁。那你心疼出啥结论了？结论就是80%咱妈对老赵也有好感。妈独身这么些年，若真有人肯疼她，我是不拦着的。当真？只要他乐呵。那就中了。那咱给他俩搭搭线。咋搭线？多给他俩整些碰头的机会呗。比如叫老赵常来搭把手，比如让咱妈多烧些好菜，比如……你呀，啥事都插一手。如今我不当恶霸，改当啥？媒婆。王师傅不，秀莲，我有些心里话想跟您唠。啊？啥话？我老伴儿走了6年了，这6年我光棍一个，过得冰锅冷灶。自打踏进你这铺子，尝到你烧的饭，跟你扯几句，我心底才稳当。我晓得我岁数摆在这儿，不该动这念头，可我憋不住，天天想见你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你肯不肯跟我凑个伙？你模范男，你要不点头，就当我放了个屁。往后我还是来吃饭，咱照着朋友处就好。赵师傅，我得先问问我儿子跟媳妇儿。好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等你回话。你们啥看法？妈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喜事儿？那可不，老赵人靠谱，喜欢您，疼您。再说你也对他有意思，俩人搭伙过日子，咋不是喜事儿？若野，谁讲我喜欢他？妈，您甭藏着了，您每回瞅他眼神都发亮。妈，您要觉着赵叔不赖，我支持你俩在一块儿。您受累了大半辈子，从没替自个儿活过一遭。要是赵叔能疼您哄您乐呵，我没二话。若野，谢谢你了。妈，那就这么敲死啦？等等，我还没琢磨透。您甭琢磨了，这种事儿就得打铁趁烫。我妈点头了，您可甭讲是我透给您的啊。当真？你肯啊？当真？当真。不过
你得应我一件事儿。我准保疼你。啥事儿？你尽管开抢。往后这家馆子还得开。哈哈哈，成，我应了，我也入伙，给你当跑堂的。搞定了。四爷，你讲咱是不是得喝一喝？咋喝？夜里添菜，让妈整桌像样了，咱全家在家老赵一块搓一顿。四爷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学校刚通知我的职称评定静停了。啥？凭啥？有人告我作风出格，想我讨了个母夜叉，举止低俗，抹黑学校脸面。哪个王八蛋告的？有点蹦出来，瞧我把他嘴扯到后脑勺！匿名信没留名。作风出格，讨母夜叉，抹黑脸面。这告状的不是冲你，是奔我来的。咋了？闹啥事儿了？妈，有人告文斌黑状，讲他娶了我这个母，败坏学校名声。这咋能这样？你哪点像母夜叉了？我得盘算盘算谁下的手。副校长，上回三叔抢屋他丢了脸，准保怀恨在心。再不就是林婉清，还是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了？出啥岔子了？老赵，有人告文斌黑状。这桩事儿有点棘手，职称评定是桩大事，要是被掐住，往后升迁都费劲。这桩事儿非得刨出根揪出人不可。若野，你甭掺和了，我自个儿来。你自个儿来？你咋来？这桩事儿还是我上吧。甭慌，有我在，咱俩一块儿考。我倒要开开眼，哪个吃了豹子胆敢碰我王若野的野马？若野，甭来这套，先办事儿。王老师，劳烦您一桩事儿，文斌遭人告黑状的事儿，您了解多少？王掌柜，这桩事儿校方有章程，不准私底下嚼舌根。王老师，您跟文斌交情一向不浅，你也不忍瞧着他背黑锅吧？我不叫您为难，您就跟我透个底，这桩事儿跟副校长沾不沾真？告状信是副校长差人编的，他底下的干事李成业落的笔。多谢您，王老师。你哪位？李干事，我是周文斌的媳妇儿王若野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你要做啥？甭慌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家周文斌叫人告了的事儿，您晓不晓得？这略知一二，校方在查。那封告状信谁编的？你干的？你瞎扯啥？甭往我身上泼脏水！李干事，你也甭在这蹦跶。这封信您认得吗？这是告状信的复制件，我请人瞧过，讲上头的笔迹跟您的笔迹一个模子。你放屁！笔迹能仿造？李干事，你别急啊，我也没讲是您编的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信里写的那堆烂账，您打哪儿听来的？李干事，我跟您交个底儿，可要是有人逼您写的，你指给我，我寻他去。我讲不得。讲不得？为啥讲不得？都不容易。我晓得人，您兴许也是被逼上梁山的，可您琢磨过没有？您这一封信差点断送一个人的前途，我不跟您算账。您跟我讲背后是谁，这桩事就翻过去了。您不讲，我就只能往死里查，到时候查到您脑袋上，您这份差事还稳得住吗？是副校长叫老子编的。副校长？对，他讲周文斌家里从前出过乱子，影响不正，让我编封状子告一下。我就是个跑腿的，不敢不听招呼。他许你啥甜头了？年底评标兵，赏我一个位子。一个兵位子就让你摸着黑心坑人？我晓得我缺德了。李干事，谢谢你肯讲实话。这桩事儿我找副校长去，你放心，我不提是你漏给我的。你不同我算账？你也是叫人当炮灰使了，我不赖你。可下回动手前掂量掂量值不值当。对了，方才咱俩扯的搭我全录下来了，你别多心，我不是要要挟您，我是怕副校长不认账，留个底子。你早就算计好了。李干事，照实跟你讲，我压根儿不晓得哪个写的信，刚才就是诈你的，没料着你倒认了。王掌柜，您真是个狠茬子。你扫听扫听我去，我专门做恶人的，劝你一句，甭再盯咱了。
你来做什么？这是学校的办公场所，不是你家馆子。副校长，你指使人写黑状栽赃文斌，我手里已经攥着凭据了。啥黑状？我搞不懂你扯啥。搞不懂？那要不要我喊李成业进来，跟你当面掰扯掰扯？是副校长叫我编的。你咋会有这个？他满嘴放炮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副校长，我今儿来不是跟你磨嘴皮子的，我只要你办2桩事儿，不然别怨我不讲情面。哪2桩事儿？头一桩，此刻就跟我去校长屋，从头到尾讲明白，认了是你栽赃周文斌。第2桩，在校里的老师大会上当众跟周文斌赔不是。办不到，你这是要挟我。没错，就是要挟你。咋的，不成吗？我凭啥听你的？凭这段录音，你要是不照办，我就把这录音递到教育局，送到报社。到那时候，甭提你的副校长位子坐不稳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在教育圈里混了。我跟你走。校长，对不住，是我一时犯浑，我给周老师赔罪，求校长再赏我一回机会。你太让我寒心了！身为校领导，竟因个人私怨栽赃同事，你不配做这个副校长位子。这桩事校方会严办，你回去候着消息吧。周老师，让你受屈了，你的职称评定照旧推进，校方会还你个公道。多谢校长。若叶，谢谢你。谢个啥？你是我不护你护谁？是你啥？咋还臊上了？是我爷们儿！你害臊的样子挺招人。甭嘚瑟，我就是随口一扯。若野，谢谢你，我喜欢你。知道了，四爷。你咋跑来了？我来吃饭的。坐呗。婉清到了。来吃饭。他没事儿吧？不晓得，瞧着不大正常。2块6毛。甭找了，那不行，咱做买卖的该收多少收多少。王若野，我对不住你。你这是做啥？告状信的事儿，我晓得是副校长找的我，他问我手里有没有周文斌的短处，我讲他取了个母夜叉抹黑学校脸面，我真没琢磨那么多，没想到对你们伤得这么重。所以告状信里那些屁话是你吐的。那阵子我恨你把文斌夺走了，我就是想出窝囊气，我缺德了。文斌哥跟你在一块儿是实打实的高兴。你晓不晓得我起步是干啥？可我从不欺负老实人，哪个欺负老实人，我就跟哪个没有完。你是老实人吗？你喜欢文斌，喜欢了那么些年，这不怪你。可喜欢一个人不是非站着他不可，瞧见他过得乐呵，你该替他高兴。得了，甭嚎了，再嚎，时刻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你不记恨我？记恨你做啥？记恨你我又多赚不了几毛。你这人真够奇怪的。我这是看得开。我得走了，奔广深，我大表哥在那边，喊我过去搭把手。那你回头还来不？说不准，兴许吧。王若野，谢谢你了。谢我啥？没啥。妈，您讲婚礼穿哪样？白的、红的？铁定是白的，眼目下实心，俏皮洋气。可白的扛不住脏啊，万一吃饭溅上油点子咋整？若野，办喜事那天你哪来的空扒饭啊？都忙着迎客人呢。那我肚皮咕咕叫咋办？文斌他能为你呀。秀兰，咱俩的典礼，你瞅瞅要中式还是西式？我都成，听小贝的。要不咱就中西两样，早上套白纱，夜里换旗袍。那得换2身行头啊。不成吗？成，咋不成？你穿啥都顺眼。你又犯病了。文斌如今会讲甜话了。
全是跟若璇偷的师。跟我偷的？我啥时候教过他这手了？你教他的，想说啥就说啥，不要遮遮掩掩的。掌柜的，恭喜啊！啥时候摆酒席？下月吧。在哪儿办？就在馆子里办吧，咱给你站台。对头，就在自家馆子办，到时候招呼大伙儿都来。咱在自家馆子办喜宴，妈，您掌勺行不行？我颠勺，那我不就吃不了席面了？在馆子里办事好，可来的人也得吃啊。这也是，那咋整呢？若野，甭愁，我能寻从前的厨子伙计来打手，请他们整席面。太行了！行，我听你们的。妈，回头给我开个后灶，把我馋的那口排骨烧一碗。好，全给你烧。若野，合不拢眼。慌不慌？也不是慌，就是有点睡不着。我也一样。四眼儿，你讲咱俩这门亲事划不划算？啥意思？就是咱俩才出了没多长，万一往后发觉合不来咋整？若野，你觉得咱俩眼目前合不合？好像还挺合拍的。那往后也合拍。你咋晓得的？因为咱俩一块扛过的那些事儿，比旁人几年都多，拌过嘴，呛过声，一块顶过雷，这都不合拍，那世上就没合拍的了。你发觉你如今咋这么会扯了？因为我是教授嘛。教授有啥了不起的？教授没啥了不得，可娶到你，我是挺了不得的。你就晓得扯好听的。我讲的是大实话，快睡吧，明儿个还得早起。成。老周，我明日要嫁人了，你会不会怨我？老赵人厚道，待我也好。若也讲，人这一辈子总得替自个儿活一遭，我想试试。哎呦，双喜临门呐，恭喜贺喜！哎呦，俩喜撞一块了，贺喜贺喜！若野，你今儿个真俊，多谢多谢，大伙儿里头坐啊！王师傅，恭贺您，盼您跟赵师傅百年好合。多谢多谢，快里头坐。各位亲朋，今儿是个好日子，咱两对新人一块儿办喜事儿。头先有请第一对周文斌先生跟王若野女士。周先生，你有什么话想对新娘子讲吗？你还打草稿？正经场面得讲规矩。若野，咱俩头回碰面，你蹲那儿吸溜面，我在旁边擦板凳。那会儿我觉着这丫头真狠，后头我瞧明白了，你不是狠，是敢豁得出去。你护着我妈，替咱家追回旧账，教我娘学会跟人说不行。你单枪匹马往远郊跑寻菜农，被恐吓，被刁难，可你眼皮都没眨过。有人告我黑状，你连夜刨根问底，帮我挣回清白。有人讲你配不上我，可我清楚是我配不上你。你教会我啥叫胆量，啥叫扛事儿，啥叫喜欢。若野，我喜欢你，从今儿起，换我护着你。四眼儿，你啥时候学会这些的？从喜欢上你的那天起，每日都在练。太动心了。接下来新娘子有啥子想讲的吗？我不会扯漂亮话，我就想讲四眼儿，谢谢你找到我，谢谢你让我晓得我这王若野也能被人喜欢。我王若野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可我就服你。往后咱俩一块混，闹翻天也好，打翻地也好，反正我不离。好，接下来有请第二对新人赵师傅和王秀兰女士。赵师傅，你有什么想对新娘子讲的不？我嘴笨，秀兰，咱俩处了这么久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，往后我会好好疼你，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不叫你受半点气。老赵，谢谢你肯娶我，
我寻思这辈子就这么凑合了，没料到还能有这一天。往后咱俩一块过，我烧给你吃，我给你搭把手。刘振邦，你跑来做什么？王掌柜，别多心，我今天来是来喝你们的喜酒，来给你们贺喜的。你贺喜？早先那些事儿是我犯浑，我不该找你们的茬。我今天来是来认错的，求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这一回。若野，算了吧，今天是咱家办喜事的日子，别搞得不痛快。成，瞧在我妈的脸面上，你干一杯，干了就走。好好，多谢王掌柜。有人盯上你们秀兰馆子了，想整垮你们。谁？打广深来的，是个大阔佬，具体叫啥我也没摸清。他好像是打算攀下你们这家铺面，这号人贼阴，你留点神。若野，咋了？刘振邦讲，有人盯上咱家馆子了。你瞅我做啥？瞧我的新媳妇儿，有啥好瞧的？哪儿处都顺眼，咋瞧咋顺眼。你又犯病了。犯病了，往后每日都得讲，每日都得瞧。你瞅，咱家种的菜窜得多旺，可不，长得真不赖。也不瞅瞅谁栽的，挺定格外壮实。还甭讲，这些菜还真带点你的味儿。你甭抬举我了，这是咱全家人的功劳。四眼，你讲刘振邦提的那桩事儿是真的不？甭管真不真，咱都得留个心眼儿。如今馆子买卖旺，准有人眼热。对，来兵咱挡，见水咱埋。你如今讲话越来越上道了。那可不，我爷们儿可是教授啊，日日跟你这四眼炮一块儿，能没点长进？四眼，你讲咱往后能一直这么过不？怎么过？就眼目下这般，一家子齐齐整整的。能。你咋晓得？因为咱俩是王若野跟周文斌啊。你这句扯了等于白扯。可你懂啥意思？懂。王掌柜，幸会，我叫钱有才，打广深来的。刘振邦讲的就是这号人。钱掌柜专程从广深跑来寻我，怕不是光为吃顿饭吧？王掌柜是个痛快人，我也不拐弯了。你们秀兰馆子这段风头挺劲儿，我听讲你们买卖旺，名声好，我想跟你们一桩买卖。啥买卖？我想盘下你们秀兰馆子，连带铺面、菜坊子、招牌，还有秀兰这名字，价钱商量，你出个数。钱掌柜，你说笑了。咱秀兰馆子虽说不大，可买卖红火，不差票子，也不劳旁人盘。盘店的事儿我没兴致。王掌柜别急着回绝，你再掂量掂量，我出的价码保准叫你中意。8万块盘下你们整家馆子。8万？对，8万。我晓得你们这家小馆子早先有人出600块，你没放手。虽说它不值这个数，可我相中的是它的后劲。我放你3天功夫考虑。不用了，多少钱我都不出手。王掌柜再踏实琢磨琢磨，别把话讲死，省得往后反悔。 3天后我再来，盼你能给我个中意的回话。广深来的阔佬叫钱有福，8成就是刘振邦提的那位。他想盘咱家馆子，开价8万。啥？8万块？对，8万。可我回绝了。你回绝了？当然回绝了。这家馆子是咱的心头肉，咋能讲卖就卖？这可是咱家的血汗，多少票子我都割舍不下。我也割舍不下。还在琢磨钱有才那档事儿。你讲，他为啥子肯出8万盘咱家馆子？兴许他相中的不光是馆子，那是啥？怕是咱这块地皮。我听说有人想在这一带搞商业街，咱馆子的位置正好卡在规划圈里。要是真搞起商业街，地价能窜好几番，再把这2层楼扒了，搭上院子，能盖起一栋大高楼。你琢磨琢磨，到那阵子，那栋楼的价值得翻几倍。他想要咱的地？对，十有八九。南边已经有不少人靠倒腾地皮发家了。做梦！咱家的物件，哪个也别想夺。王掌柜，3日了，琢磨出结果没？钱掌柜，我
我上回就讲的明明白白，多少票子都不出手。王掌柜，我瞧你是个角色，才赏你这趟机会，你可甭给脸不要脸。钱掌柜，我这人打小就不吃这套，你要是不痛快，门在那儿，慢走不送。成，王若野，你够横，那咱就骑驴看唱本。若野，那人是哪个？这么张狂？没啥，一个想盘咱家馆子的，让我撅回去了。盘馆子？掏多少票子？8万。天爷，我这把岁数都没见过这么老些钱，你全给回绝了？对啊，这家馆子是咱全家的命根子，掏多少票子都不换。这人是铁了心要拿下咱家馆子，他不会轻易松口的。我也这么觉着。若野，这回不一样，他那套路子瞧着更狠，比赵石墩、刘振邦那帮人难缠多了。那又咋样？我王若野啥阵仗没扛过。不怕的，不论出啥岔子，一块顶着。晓得了，四爷。钱有才！哪位是掌柜的？是我，啥事儿？咱是检查卫生的，接到检举，你们馆子卫生不过关，停门整改3日。啥？咱卫生一向过硬，你们没查验，凭啥叫咱停门？这你不必多讲了，3日后咱来验，验过关了才准开门。钱有才，你不讲道理，我怨我不留情面。若野，甭难受，3日眨眼就熬过去了。妈，我不是难受，我是窝火。窝火啥？窝火咱居然只剩挨揍的份儿。若野，我探了探底，那个钱有才在广深根基挺深，他这趟来是想在这一带搞商业街，咱家馆子的地段果真卡在规划正中间，所以他盘算逼咱滚蛋。对，只要咱撤了，他就能低价吞下这片地皮。做梦！我偏不你我。可他这么折腾下去，咱扛不住的。菜断了，地毁了，搞卫生的也来挑刺，再搞几回，馆子就真得关门。咱不能硬顶。我琢磨了个主意。啥主意？咱去挖他的短处，只要攥住他的小鞭子，他自然就怂了。能成不？不晓得，可比啥也不干强。郑记者，是我，王若野。王掌柜，好阵子没联系，听闻你们馆子出岔子了。您听说了？有人想整垮咱。广深来的阔佬叫钱有福，他想盘咱家馆子。咱不松口，他就来阴的，毁咱的地，断咱的菜，还让搞卫生的来查咱。钱有才，我耳闻过这号人，在广深挺有根基。那您能搭把手不？我琢磨琢磨，先帮你们过了3日后的卫生验查。王掌柜，我听着有人在外头散播秀兰馆子不干净，吃了闹肚子，如今好些人都不敢上门了，你自个儿留神点啊。这么好着不成？郑记者那头有回音没？还没，他讲还得再查查。要不咱奔广深，去找钱有才，当面跟他摊牌。可馆子咋整？馆子有我守着，你们踏实走。我也在，你尽管去。若爷，甭太臭，咱肯定能寻着法子。四爷，你讲咱这趟去能赢不？能，因为有你在。你是我撞见过最横的主，没你摆不平的事儿。你就晓得扯好挺的。我讲的是大实话。左右，不论出啥子事儿，我都守着你。若野，道场当心，到了给咱来个电话。妈，放心吧，我俩麻溜整完就回来了。文斌，你俩照应好自个儿。我晓得的。妈，等我回来。这就是广深啊。这地儿是快速发展的前哨，真够气派。可不，比咱那儿阔多了。我等下找个电话亭拨个号。你单枪匹马，我跟你一块儿吧。放心，我等会儿就回来了。
郑记者，是我，王若野，我人在广深，得你搭把手。王掌柜，你咋跑广深去了？来呆钱有财，你那一头有啥风声没？有，我扒到些料子。钱有才在广深折腾过不少龌龊勾当，挖到凭据没？说不准，还得再耗些时日。你在广深几日？不把他掀翻，我绝不撤。他咋搁这儿？嫂子，你咋跑这地儿来了？嫂子，对不住，全是我的罪过。可我能帮你，全是你的罪过，跟你有啥牵连？你刚能帮我哪桩？帮你收拾钱有才。婉清，你到底想讲啥？文斌哥，钱有才是我大表哥，我表姨嫁到广深，他是表姨家的孩子。上回我离了老家就是来投靠他的，他得知了我跟你们的疙瘩，就借我当枪使。借你当枪使？有一天，他猛地打听你们馆子的情况，我就全给他说了。铺面的地段，你们之间的牵扯，你们那块菜园，所以你们是串通一气的。我没存心害你们。我后来得知他干的那些缺德事儿，我吓得魂都没了。他恐吓种菜的，糟蹋你们的地，还差人盯你们的梢。嫂子，对不住，我明白我讲啥都没用，可我想弥补。我信你，这是他公司的账簿，所有的凭据全搁里头，只要攥住这沓料子，他绝顶不敢再逼你们出手馆子了。你们留点神。婉清，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是我亏欠你们的。郑记者给我来过电话，讲了这桩事儿的来龙去脉，可我没料着会这么严重。这些资料都是真的，它根基很深，不太好办。我明白，可正因如此，才用得着你们媒体的气力。我信你们报人就是替天行道的。小丫头，你叫啥名？王若野。王若野，成，我记下你了。就冲你这句替天行道，这桩事儿我揽了。钱有才，就是那个搞地产的大阔佬，早先就听广他不是个玩意儿。王八蛋，哪个下的手？给老子去摸！是，老板您别上火，我们这就去办。查出是哪个，我要废了他！喂，老板，来检查的同志到楼下了，请您下来一趟。四眼儿，这回咱又拿下了。林婉清那边不晓得会咋样。他既挑了这个道，就有他自个儿的算盘。四眼，你会不会觉着我太毒了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你干的没毛病。咱回家吧。行，咱回家。若野，困了不？不困，就是有点想家了。我也一样。你讲妈在老家咋样了？有陈叔守着，姑木错不了。四眼儿，你讲咱往后会咋样？咋样啥？就是往后的光景。会一城强过一城。你往后咋晓得？因为咱全家拧成一股绳，没有啥坎是迈不过去的。你这句扯的倒满在理。若野，你可回来了！妈，我回来了。文斌，一路辛苦了。赵叔，我不累。若叶姐，你俩太神了，报纸咱全瞅了，那个钱有才给逮了，大伙儿全晓得了。晓得了，若野，你是咱家的好汉。妈，我离家的这几日买卖咋样？比咱料想的强。你们走了以后，食客们都来撑场，说不能叫人欺负咱。当真？真的，若野，左邻右舍跟老食客，大伙儿全听你。太好了，谢谢大伙了。傻丫头，咋还掉泪了呢？
我是撂下恶棍的差事太久了，心咋就软了呢？若野，恭贺啊！小馆子扩成大酒楼了。多谢多谢，全仗大伙抬爱，往后多光顾。该当该当。王掌柜，恭贺啊！郑记者，您咋跑来了？来吃饭捧场啊！听说你们扩地方了，来尝尝。好啊，欢迎欢迎，您随意挑，今儿个我做东。那哪成？我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打秋风的。您搭过咱那么多次手，打心底谢您。王掌柜，你也甭客套了，我拿你们当自己人，再客套就生分了。你快去张罗吧。哎，成。若爷，今儿个买卖真旺，进账200出头。妈，全赖您的本事。啥我的本事？是咱大伙儿一块儿的功劳。讲的在理，咱全家一起使劲儿。若野，谢你。谢我啥？谢你把这家捯饬成眼目下这副光景。四眼儿，你又犯病了。犯病了，往后每日都讲。若野，咋了？没咋，就是猛地犯恶心。犯恶心？啥时候起的？有好几日了，怕是吃差了肚子。傻闺女，你不是吃差了肚子，你怕是怀上了啊？啥？四眼，你说万一真怀上了咋整？咋整啥？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可我啥都不会，不会烧饭，不会缝衣裳，不会……不用你操心，若云，这些我去学，我来照料你跟娃。王若野，恭贺你怀上了。若野，太重了，咱要有娃了，我要当爹了。咋样？妈，我怀了。当真？太好了！恭贺你俩要当爹娘了。琢磨啥？琢磨这娃会像谁？像你最好。像我？我又不好看，还这么横。哪个讲你不好看？你不但好看，还又勇敢又善良。四眼儿，你说咱能当好爸妈不？能。你咋晓得？因为是我跟你。文斌呐，学校里咋样？蛮顺了，今年批了郑教授。恭贺恭贺！宝贝儿，喊妈妈，喊爸爸，喊妈妈，喊爸爸。你跟我抢啥？没抢，就是让他头一声喊爸爸。凭啥头一声喊爸爸？他半夜有事喊爸爸，妈就不用爬起来了，能睡个囫囵觉。你这个四眼。若野，今儿个有酱烧肉，你馋的那口。谢谢妈。四眼儿，琢磨啥呢？想从前的日子，想咱俩头回碰面，你蹲那儿吸溜面，手里还攥个本子扒拉账。那阵子我觉着你是个疯子，头回碰面就讲要娶我。那眼下呢？眼下觉着疯子也挺好，比正常人还可靠些。咱就这么一家人团着，真美啊！会一直这么美下去。你咋晓得？因为咱俩是王若野跟周文斌啊。你这句扯了等于白扯。可你明白我是啥意思？我明白。